里山金萱茶有奶香味，两种气味判定自然或人工，这篇说的最中肯。市场资讯乱哄哄，一下子说金萱有奶香味，一下子说金萱没有奶香味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常在喝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不太会困惑，因为真正在喝是茶之韵味，哪管金萱奶香味。那我们就来为刚想踏入喝茶领域的朋友说说金萱的故事。至于泡它、喝它，有个大禁忌，我们在最后跟你聊聊。金萱可以被种植在各个地方，但在台湾属阿里山的种植面积最大，因此金萱在阿里山的产量是很大量的。金萱茶的来源，金萱是一个人的人名，该人是吴正铎老师的祖母。吴正铎老师有着台湾茶之父的称号，他研发许多茶叶接枝栽种的品种。于民国70年西元1981年，用硬枝红心加台茶8号培育出台茶12号，也将之命名为金萱茶。想知道何谓硬枝红心台茶几号，可以看看这支影片。乌龙茶种类是什么？它是6大茶系哪一种？还是茶树品种呢？太多疑惑一次全解决。第2重是指它的茶树名称。所以我们制茶的人不太会说金萱是金萱乌龙，但会让人以为是用乌龙种。我们直接称它为金萱茶，意指它是金萱种，台茶12号，用乌龙的做法。这么说是更明白还是更混乱呢？那就忘了上述这些，我们来聊聊金萱到底有没有奶香味的历史。为什么说是历史呢？因为它是有历程的故事。刚开始金萱茶，也就是台茶12号被培育出来，很多会喝茶的茶友试喝之后，发现它的茶汤清滑，回甘重。特别的是，在倒吸一口气时，鼻腔内有股淡淡的奶香味。那是一种很个人的自我感官的，就像有些茶友说大禹岭茶喝完之后有种新鲜芭乐味，里山茶喝完之后有种兰花香，四季乌龙喝完之后有种野姜花香，但没人拿来炒作，因为那就是茶汤在喝完之后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。不过那奶香味的说法一被传播，竟然带动金萱茶的销售和越标越高的身价。谁舍得把大把的钞票往外推呢？就跟着风向说我们家卖的金萱茶奶香味超好的。原本一包150公克的金萱茶台币400元，约美金13元，后来可以炒作到一包台币800元，约美金26元。
一包台币1000元，约美金33元。不香吗？太香了嘛，这股奶香味啊！就这么的，台湾商人开始在金萱茶干里加入细微奶粉末，使之在一开封，茶叶就闻得到奶香味。更在冲下热水之后，一阵阵浓郁的奶味扑鼻而来。渐渐的，不仅在台湾风靡，包括中国大陆的茶友们、日本的茶友们和一知半解的欧美人士们，纷纷慕名而来，将金萱茶捧得跟女神般闪耀。这么一来，已送上神坛的女神怎能轻易跌下来呢？台湾的茶农们手段越是偏激，加进再多的奶粉了。经过好几年过后，有些茶农看不下去这股歪风继续吹，站出来发声说，有奶味的金萱茶不是真正的金萱茶，有奶味的金萱茶不是真正的金萱茶，有奶味的金萱茶不是真正的金萱茶。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。但不止发生的茶农、销售人员、宣传等说了好几年之后，消费者和初次喝茶的朋友们又被教育有奶味是假的金萱茶，所以风向往着金萱茶没有奶香味。近年来在市场就是以金萱没有牛奶味为主轴说法，要我们说金萱有奶味是事实，更是在42年前第一批喝到最初金萱茶的茶友一片好心。毕竟在当时没有手摇饮，没有泡沫红茶店，没有外销。然而喝茶的人口越来越少，因为被外来的可乐给挤掉了。所以这款有奶味的金萱一推出，真是让制茶人赚一波啊！怎知后来就走中了呢？掺粉末在金萱的茶品越发严重，导致没有一开包就有奶香味，一冲泡没有奶香味，喝下去没有奶香味，就不是金萱茶。我们团队在讨论这个历史时，有些感叹，却也是理解故中原因。因此在直播卖茶或是在店里卖茶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很啰嗦的跟客人们说着那么一长串的故事，或是简短的说着，在倒吸一口气时，鼻腔内有股淡淡的奶香味。阿里山金萱茶有奶香味，2种气味判定自然或人工。第一种气味，闻起来茶干是草味。第二种气味，喝一喝茶汤是甘甜味。第一种气味，闻一闻茶干是草味。一打开包装，茶干的味道是清新、淡雅，还有天然植物的草味，就是没有奶味，那是自然的金萱茶。反之，如果茶干带有浓郁的奶香味，
那就是人工奶香金萱茶。第二种气味，喝一喝茶汤是甘甜味。金萱茶泡出来的时候，茶汤是晶莹透亮的淡黄色，滋味鲜爽，茶香清幽，没有奶香味。当茶汤入口，倒吸一口气时，鼻腔内有股淡淡的奶香味。反之，若在茶汤冲泡出来之后就有奶香味，且茶味偏甜，那就是人工奶香金萱茶。万一再倒吸一口气没有淡淡奶香味，别以为是被骗了，因为每个人感官感受不同。重点是你自己觉得这款茶泡出来的茶汤喝起来是不是你所喜欢的。如真要分辨什么是金萱茶，可将茶干完全泡开之后，打开茶叶。金萱茶的茶叶边缘锯齿大，叶脉角度大，那就是正港的李七嘎。这里再来说明一下，金萱的台语叫做李七嘎。金萱是在茶农早期培育出来的茶树第27颗种子种植而成，接着再由吴振铎老师接枝，做成台茶12号。影片的最后来聊聊金萱茶的禁忌。因为金萱茶带有天然奶香，所以制茶时几乎是以轻发酵、轻烘焙，尽其所能保持原茶树奶香的特性。在制作完毕后，到达茶友的手中冲泡饮用，有个禁忌，那就是别在喝完重发酵、重烘焙的茶后，或是吃完口味重的食物后，再来喝金萱茶。你将完全喝不出金萱茶的淡淡奶香味，又或是感受不到金萱茶有何好喝之处。你的嗅觉、味觉皆被重味道包覆，很难喝得出金萱的特别。另外，也请别拿养了多年重发酵、重烘焙的茶壶来泡金萱，那茶壶习惯重味道，会把金萱的香气给盖住。金萱是让制茶人又爱又恨，它的名气响，却又被误会深。它的产量大，很容易被销价竞争，总是不断地为这女神排解流言，才能让人们真正认识她。